中印边界，尚未散去的硝烟味在提醒着所有人，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。作为胜利的一方，中国用自己的实力捍卫了领土的完整，而作为战争的失败方，也是战争的挑起者，印度也迎来了一场久久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。19世纪，身为殖民者的英国风头正盛，远渡重洋，将印度变为了自己的手下败将，开启了印度悲惨的命运。然而，英国的欲望远不止于此，单单一个印度根本无法满足英国的胃口，于是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北部，在那里安然沉睡着一片富饶而神奇的土地——西藏。英国算盘珠子打得震天响，想要以印度为跳板，深入中国，将西藏据为己有。从地理上来说，西藏是东亚板块与南亚板块的交界地带，且资源丰富，矿产量惊人，是英国不愿放弃的风水宝地。因此，英国想了一个办法，那便是暗中勾结西藏当地的反动力量，以独立建国为诱饵，与他们秘密签订条约。就这样，麦克马洪线诞生了。说白了，这是一种无耻的强盗行为。既然没有边界冲突，那便人为制造边界冲突，攫取利益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，从北洋政府开始，这一条非法的分界线从未得到过中国政府的承认。可讽刺的是，数十年以后，同样受过奴役的印度却又打起了这条非法边界线的主意。1947年，印度独立，在殖民问题上，独立后的印度将双标应用到了极致。凡是对自己不利的，便高举旗帜反对殖民，要求消除英国所留下的全部痕迹。但是，一旦英国的殖民遗产对自己有利，印度便百般拖延与维护。在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上，印度的拖延态度尤为明显。说白了，印度就是想打着英国的名义赖账，将边界线不断向东推进，让中国放弃原有的立场，承认麦克马洪线。到了1962年，在印度的百般挑衅之下，两国的边境矛盾彻底爆发。按理说，边界问题本是需要两国心平气和协商的大事，然而在面对中国时，尼赫鲁却显得相当自信，态度极其强硬。他甚至认为，即便在边界发动战争，中国也不会还手，还是会躺平认打。正因如此，1962年的边界冲突才来得如此迅猛。而尼赫鲁的自信来源于多个方面。一来，尼赫鲁看错了中国，他不仅低估了中国的作战实力，也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产生了误解。尼赫鲁坚定地认为，中国的作战中心在东部，而非西部。自建国以来，中国东部的确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前有国民党分裂国家，后有美国穷追不舍，步步紧逼。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言，这无异于是地狱开局。因此，尼赫鲁判断中国精力有限，无法事事兼顾，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部与暂时相安无事的西部中间，中国势必会选择东部。如此一来，印度便可以趁虚而入。可实际上，这道选择题本身就是错误的。主权没有轻重缓急，但凡涉及原则问题，中国寸土不让。二来，尼赫鲁实际上也不了解印度。他自信地指出，印度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三重优势。在地理上，西南边境交通不便，远离北京。倘若中国政府想要与印度展开较量，势必费时费力，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尽管印度面临着同样的窘境，可在尼赫鲁心中，印度军队的实力要远强于中国军队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支印度边境军也是殖民时代的产物，曾接受过英国专业军队体系的训练，甚至曾是二战中的主力部队，就连在规模上也是印度军队略胜一筹。更重要的是，印度自以为已经是南亚的老大，可以在国际上搅动风云，孤立中国。在尼赫鲁的想象中，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，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声望很高，足以煽动情绪，让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替印度造势。不仅如此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也显得尤为关键。冷战背景下，美苏作为世界两极，可谓是举足轻重。而令尼赫鲁欣喜的是，苏联和美国似乎谁都不待见中国。1959年，尼赫鲁小小试探了一番，主动挑起了边境的武装摩擦。但是苏联并未就事论事批评印度，反而怪起了中国。而美国向来与中国不对付，恨不得将中国的发展扼杀在摇篮里。因此，美国多次怂恿，暗中撺掇印度与中国作对，并且给印度画饼，提供了一部分军事援助。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，印度彻底飘了，不断在边境挑衅中国。就这样，中国的对应自卫反击战吹响了冲锋的号角。然而，印度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是自己噩梦的开端。其实，中国在战争开始前温和的态度，给印度造成了很大的错觉。面对如此尖锐的领土问题，中国始终表现得极为克制。中国这么做有两重原因：一方面，中国不希望失去印度这个朋友。要知道，印度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，情谊难得。
更重要的是，中国与印度存在着许多相似处，既同为历史悠久的古国，又是欣欣向荣的人口大国，曾有过辉煌的过往，也隐藏着深刻的伤口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印两国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重新站了起来，是同属第三世界的新生力量。因此，中国百般忍让，不愿意闹得太难看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是毛主席的领袖智慧。毛主席深知，一旦中国还手，那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。印度会利用多次扰乱边境的行为，逼迫中国回应，从而扰乱视听，扭曲国际社会舆论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先按兵不动，让世界看清楚到底谁才是挑事的一方。可见中国的忍让是谋定而后动的智慧，可在印度看来，这便成为了软弱的代名词。但是中国很快用实际行动给了印度一个响亮的耳光。1962年夏天，印度军队试图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推路，为自己建立新的据点。消息传回北京，中国政府依旧沉住气，将绝不退让，避免流血8个大字铭刻心中。但是印度咄咄逼人，在10月再度发起进攻，入侵扯东地区，甚至打伤了33名中国军人，人员的受伤令事态瞬间升级。可面对中国的抗议，印度政府依旧态度嚣张，尼赫鲁充耳不闻，似乎打定主意撞无辜。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毛主席叹息，既然尼赫鲁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，那中国唯有奉陪到底。尼赫鲁千算万算，着实是错算了中国军队的实力。很快，一场犹如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便席卷了边境。整场战争，中国竟然只花了短短1个月时间，伤亡人数控制在了2500人以下。可是印度的日子便没有那么好过，印度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，伤亡人数将近9000人。中国军队甚至缴获了各类军用物资，从火炮到飞机，由坦克到汽车，数不尽的枪支弹药，彰显着印度的失败。因此用暴打2字来概括着实恰当。然而更令印度面上无光的是，中国军队放弃了乘胜追击的机会，放了印度一马，选择了主动撤军。中国用实际行动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不愿意制造武装冲突，但中国有能力打，有能力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。而这一场仗也直接给印度打出了心理阴影。从政治上来说，作为战争的发起者，战争的失败令尼赫鲁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危机。2年后，尼赫鲁便去世了，而这场不光彩的武装冲突也给他的履历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尼赫鲁的教训摆在眼前，令印度的政客们战战兢兢。此后，冲突失利的阴霾持续蔓延。在边境问题上，印度终于有所收敛，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，不敢侵犯中国边界。过去，印度受前进政策影响，总是致力于渗透西藏，时不时挑起小的冲突，令中国不堪其扰。但经此一役，印度终于意识到了中国真正的实力，不敢再真正冒犯中国。甚至这场战争还促进了中国武器装备的升级，全面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，更令印度胆寒。在国际交往中，印度也摆清了自己位置，幻梦破碎。中国在印度最得意洋洋的时候，以4两拨千斤的能量轻松压制印度，这种心理阴影，印度恐怕需要漫长的时间来修复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绝不退让。时至今日，倘若印度再动歪心思，中国也一样会出手制裁。2023年5月20号，蒙古国国家应急管理局表示，国内肯特省出现特大沙尘暴，已经造成120人失踪，其中104人通过各种方式寻到踪迹，另有16人永远消失在漫天飞沙中。蒙古沙尘暴由来已久，不但影响本国的空气环境，甚至我国北方 42% 的沙尘正是拜蒙古国所赐。据2017年统计，蒙古国已经有 76% 到 78% 的土地荒漠化，国家正在被大自然吞没。蒙古国的荒漠化为何如此严重？蒙古有2大支柱性产业，畜牧和采矿。蒙古是内陆国，国土面积 156.56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只有340万人，相当于境内牛羊总数的1/20。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，一生都与牛羊马打交道，骨子里流淌的血液就是跟着雨水游牧远方，带着老婆孩子和牛羊到处奔波。蒙古国建立后，祖传的功夫没有扔掉，依然去青草茂盛的地方牧牛羊。这种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显然不能发展农业、工业和一定规模的企业，所以只要放牧，其他行业基本就做不了了。虽然放牧能赚钱，但是毕竟周期长，利润有限，能保障人民不会饿死，但实现温饱有很大难度。唯一多赚钱的办法是增加畜牧量，牛羊多了，总利润自然就上去了。蒙古人祖祖辈辈依靠草原生存，对生态保护没有深刻的认知，只知道放牧能挣钱，便大力发展畜牧业，没想到为以后的土地沙漠化埋下了伏笔。
作为畜牧业大国，蒙古国的牛羊马大多销往中国与俄罗斯，运输成本不高，而且市场需求量巨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蒙古人不断扩产，进一步推动畜牧业的规模和产能。就在蒙古卖力养牛羊时，土地沙漠化的步伐也加快了。春天，从北往南刮来的风吹掀了大片沙尘，将蒙古笼罩在一片黄色的世界中。而这些沙尘会在几天后继续南下，刮到我国内蒙古，再一路南下到河北、山东等地。每个草长莺飞的春天，我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总会被沙尘侵扰，而其中 42% 的沙尘是从蒙古国一路刮来的。事实上，蒙古国的土地荒漠化的趋势从东北向西南递增，沙漠是最彻底的荒漠化，而东北地区逐渐稀少的植被，则是蒙古不得不小心对待的话题。曾经一片苍茫的草原，如今已经脆弱的有些不堪一击。实际上，草原荒漠化严重，除了人为因素外，自然环境也是其中的原因。蒙古是内陆国家，平均海拔1580米，地势相对较高，向东无法享受太平洋水汽结成的降水，北边又有杭爱山和肯特山阻挡了北冰洋裹挟的水汽，所以北部山区可以形成部分山林，但再往南则因为水汽无法渗透太远而逐渐变为草原甚至荒漠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蒙古国全年降水量为230毫米，远远少于我国北方的400至600毫米降水，更不用说南方雨天频繁的地区了。如此特殊地形下形成的植被覆盖情况，注定了蒙古国的牛羊只能在中部和北部饲养。但是牛羊的最佳成长环境是草原，并非山林。杭爱山和肯特山的区域不太适合放牧，畜牧业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压缩，导致牛羊来来回回只能在相对小一点的范围吃草。1982年，蒙古国牲畜数量为2480万头，经过这些年的辛勤培育，到2022年已经高达7110万头。牛羊多了，而绿地一直没变，所以荒漠化加深了。为了国家经济，蒙古人扩大畜牧业，暂时放弃了保护环境。那么，国家因此养活人了吗？事实上，蒙古依然是亚洲比较贫困的国家之一，用原始的方式放牧肯定赶不上科学放牧的效率。虽然畜牧业总利润一直在提升，也终究改变不了贫穷的局面。想致富，蒙古需要在其他方面找突破口，于是他们瞄向了本国的矿产资源。和畜牧业相比，矿产绝对是蒙古国正国级别的产业。根据蒙古国海关总署资料，2023年1季度，蒙古出口总额达32亿美元，矿产品占出口总额的 84%。也就是说，矿产是蒙古经济的命脉。蒙古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，且早在1945年便在欧洲国家的援助下进行开采。那时候二战刚结束，不管欧洲还是蒙古，在矿产开采方面的力度并不大，所以开采进度也比较缓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与蒙古关系密切的苏联也派专业人员到蒙古勘测矿产。在多方努力下，一座座储量惊人的矿藏陆续出现，为改变蒙古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直到这时，蒙古国意识到地下埋藏着多么惊人的宝藏，他们没有先进的技术，于是颁布了矿产资源法和外国投资法，通过层层优惠政策招揽有开发能力的外国企业入驻。就这样，包括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、巴西、俄罗斯、韩国等诸多国家开始不断探索蒙古的土地，试图找到更多的矿产资源。于是，曾经绿色的草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堆满了矿石的小土坡。一串串蓝色的家产款卡车排着长队，等待挖掘机将它们空荡荡的后斗装满，然后一溜烟奔向加工厂。后来，苏联解体，失去靠山后，蒙古忽然失去了安全感。苏联解体后，蒙古为了继续发展经济，直接倒向西方。为了彻底贯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，蒙古直接开放了外力企业投资的渠道，将大量煤矿的所有权改为私有，试图完全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。为了吸引外资，蒙古放宽了外商投资的门槛，加大了优惠力度和福利制度，真正做到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化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蒙古的采矿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汇聚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，在西式快餐店里谈论着矿场上的事情。这看似繁荣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的蒙古社会状态，但国家的财富并没有因此增加，甚至因为采矿过于私有化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，贫富差距拉大，打破了国家经济的平衡。等蒙古人幡然醒悟，想要将市场拉回正轨，已经有些来不及了。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蒙古出口的矿产遭受削减，从而使国家经济重创。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国家更加雪上加霜，国家没有足够财力帮人民渡过难关，穷人只能躲在贫民窟挨饿，而富人为了规避风险，也变得小心谨慎，将钱死死攥在手里，只等待危机度过。2012年，蒙古发现再不变革，未来将是一片黑暗，便很快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战略领域协调法，规定外国企业投资战略领域需要蒙古官方批准，并且股份超过 49% 的项目还需要蒙古议会2次批准。
这则法案的颁布直接打击了外企的投资信心，导致当年外国来蒙的投资比下降了 17%， 蒙古的经济因此受到极大震荡。正如蒙古教科文内部所言，所有出口产品中 45% 的没有技术含量， 52% 是低技术产品， 3% 是中低技术产品。蒙古出口的矿产其实不需要高技术加工，原本完全可以自己生产，正是过于依赖外资的力量，致使外资一停止投资，蒙古的经济即刻受到影响。自法令颁布以来，外资在蒙古的投资比重连续5年下跌，到了2016年直接崩盘，国家负债200亿美元。眼看国家接近破产，蒙古人只能变卖家里的牛羊和仅存的一点首饰缓解危机。这时的蒙古可能会想到当初做的种种决策有多愚蠢。不过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中国在蒙古城建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拉近了两国的关系。俗话说，要想富先修路，这条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大道让大量产品途经蒙古，在一定程度上为蒙古的交通产业带来了一定收益。另外，贸易之路的开启增强了商品之间的流通，也为蒙古展示了一条新的经济形势。这条高速公路自2016年成建，在2019年全面通车，是蒙古唯一一条高速公路。该公路建成后，以网络视频形式与世界人民见面，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，也有网友称它为最美公路。除了帮助蒙古建路外，中国也不断将治理内蒙土地荒漠化的经验传授给蒙古，使其不断改善国内土地荒漠化的情况。2022年，中蒙签署荒漠化治理双边合作文件，携手治理土地荒漠化。此外，中国也在2022年11月办理关于土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的技术培训班，以线上视频的形式传授防治经验。今年5月，中蒙双方就设立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又达成共识。假以时日，在中国的多方面帮助下，蒙古一定会治理好土地荒漠化，恢复生态平衡，再现辽阔的草原风光。